各位朋友，大家好。公元1689年的9月7日，清帝国与俄国签订了一项条约，就是我们后来大家熟知的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呢，在我们教科书上被说成是平等条约。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条约还是挺平等的。不管怎么说，条约签订以后，清帝国的代表索额图与佟国刚，还有那2位当时担任拉丁语翻译的传教士，一个叫张成，一个叫徐日升，几个人回到北京以后，都遭到了康熙皇帝的热情表扬，认为他们是不辱使命，达到了康熙皇帝的战略目的。而对方俄国方面的谈判代表叫葛洛文，他回到圣彼得堡以后，也受到了当时彼得一世，就是彼得大帝的大力表彰。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被颁发了奖章奖金，葛洛温也升了官，最后竟然做到了俄国的陆军元帅。从这个角度来看，清帝国与俄国似乎是各取所需，那么这个条约应该也算是一个平等条约。真的是这样吗？看待一个条约是否是平等条约，不能仅看当时，还要看看今后的影响。彼得大帝以后，到了叶凯捷琳娜执政期间，俄国方面就开始宣称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说这个条约是在清帝国的武力胁迫之下被迫签署的。俄国人的这种变化也让日后，特别是现在的很多人更加坚信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或者更甚一步，说是清帝国占了很大便宜的条约。理由很简单，在这场零和博弈中，如果俄国方面认为自己吃了亏，那么清帝国一定是占了便宜的。不过这些人可能忽略了，为什么俄国要改变对这个条约的态度。其实很简单，是因为俄国人有了更大的胃口。公元1858年，也就是尼布楚条约签约69年以后，俄国又与当时黑龙江将军义山签订了瑷珲条约。2年以后的北京条约确认了瑷珲条约的所有内容。按照这个条约，清帝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性失去最多的条约。从此，俄国有了他们一个梦寐以求的出海口。这就是俄国人为什么说尼布楚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因为他们认为占了更大便宜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才是平等条约，并不是他们真的觉得尼布楚不平等，不过就是因为他们的胃口更大了一些。如果康熙皇帝真的能够再活500年，其实不用500年，康熙是1722年去世的。如果他再多活个136年，到瑷珲条约签订时的1858年，他那时候如果还是皇帝，在他的主政之下，与俄国签订了瑷珲条约以及随后的北京条约，到那时候他是否还认为当年签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是实现了他的伟大的战略构想？他是否还会表彰索额图，还是会将索额图掘坟鞭尸呢？有人说过，如果你吃到第7个馒头才吃饱的时候，你不能够仅感激第7个馒头，你还要感激第1个馒头、第2个馒头。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是在星期7才被饿死的话，那么你也不能只怪罪星期7，还要责怪星期1。很多的果并不是一天铸成的。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尼布楚条约是一个怎样的平等条约。咱们先从俄国说起。俄国这个国家呢很大，但它一直是一个内陆国家，所以从罗曼诺夫王朝开始，俄国就一直努力着在为自己找一个出海口。所以他就去西边跟瑞典跟波兰去商量，给我一个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吧。他又去南边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商量，给我一个黑海的出海口吧。我们俄国人这辈子还没见过大海呢，我们也想过那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日子。不瞒你们说，我们的沙皇陛下连游泳裤都是羽绒的。瑞典、波兰、土耳其都用同样的方式回敬了俄罗斯。
他们咣的一声把通往出海口的大门关上了。这一下又把俄国这只大黑熊关进了冰箱里。所以俄国人必须要战斗。在前后的300年时间内，俄国一直为了出海口而战。在重点从西边和南边寻找出海口的同时，俄国人也将他们的目光盯向了他们的东边，向东，一直向东，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大约是在公元16世纪、17世纪期间，俄国探险队就翻越了乌拉尔山，进入了西伯利亚地区。然后呢，他们采用他们惯常的类似于后来2战时期美国采用的跳岛战术，开始在西伯利亚这块土地上一站一站的插旗，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城堡。尼布楚与雅克萨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先后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在雅克萨堡垒建立以后，俄国人就开始骚扰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人，而进入了黑龙江流域，也就彻底进入了当时清帝国的势力范围。公元1682年，已经平息了三藩之乱的乾隆终于腾出手来对付北方来的俄国人。康熙调动了爱辉当地的驻军，再配上几十门红衣大炮，对雅克萨发起了进攻。这就是发生在公元1685年的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俄国军队毫无悬念地战败了。俄国人怎么这么不禁打呢？其实当时驻守雅克萨的俄国并不是他们的正规军，应该说是他们武装起来的探险队的那些成员。这些人并没有什么战斗经验，所持的火器的攻击力与清军所持的也差不多，而兵力又处于绝对的劣势，所以战败并不奇怪。见败局已定，当时俄国的指挥官就跟清朝的指挥官彭春商量，说你能不能让我们带着武器离开雅克萨城，我保证以后我们再也不来了。彭春就答应了他的请求。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也就这样结束了，清军也就退兵了。但没想到仅仅过了1年，到公元1686年，还是那位俄国指挥官带着他的人又回来了，第2次占据了雅克萨城。不是说好了再也不回来吗？俄国指挥官表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雅克萨城又是我的了。所以清军又发动了第2次雅克萨之战。当时俄国驻守的所谓士兵有大概800多人，而围困雅克萨城的清军有2000多人，而且还配备了红衣大炮。清军采用了围而不打的战略，将雅克萨城团团的围住，断绝了它的后勤供应。既然是兵力占着绝对优势，而且又配备着红衣大炮，为什么不直接把城门轰开攻进去？何必还要围城这么累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此时清军配备的红衣大炮已经远没有明朝末年时期红衣大炮的威力了。明朝末年红衣大炮使用的炮弹是24磅重的，而到了康熙年间使用的炮弹只有6磅重。这样的炮弹是轰不开雅克萨的城门的。不过围而不打的这个战略也是正确的，俄国人很快就扛不住了，800人后来只剩下了66个人，其他的人要么战死，要么饿死，要么病死。清军又如愿以偿地取得了第2次雅克萨之战的胜利。俄国人看打不赢，马上提出了要和谈。康熙也不想打，谈就谈吧。这样两国的代表就于公元1689年到达了尼布楚，在那里展开了和谈。索额图首先开出了清朝方面的条件，要求是以勒纳河为界，勒纳河以西归俄国，以东归清帝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贝加尔湖、尼布楚、雅克萨都将被划为清帝国的领土。其实索额图提出这个条件并不是凭空的、毫无根据的，因为清朝方面认为勒纳河以东本来就是清朝的势力范围，所以以此为界自有其合理之处。而俄国方面也是狮子大张口，提出的条件竟然是要以黑龙江为界，黑龙江以北归俄国，以南归清帝国。如果说中国方面提出以勒纳河为界还是有点依据的话，那么俄国方面完全是坐地起价，耍起了无赖。双方是各执己见，争论不下。
最后还是索额图首先做出了让步，提出以尼布楚为界，这样的话至少尼布楚还归清帝国。但俄国方面没有接受这个提案，后来双方又再次交涉，清朝方面再次做出了让步，就是后来形成的方案，以额尔毕齐河、额尔古纳河为界，确定了俄国与清帝国的西部边界，至于中部和北部容后再定。但原则上以外兴安岭至出海口为界，北边归俄国，南边归清帝国。最终双方是在9月7日签署了尼布楚条约，俄国方面又叫涅尔琴斯克条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条约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国这2个字作为清帝国的国家名称。这份条约一式2份，分别以拉丁文、满文和俄文书写。但耐人寻味的是，以中国自称的清帝国签署的这项条约中竟然没有汉文版。以上呢，就是说的是尼布楚条约的签约的大致过程。那么这个条约到底算不算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呢？一般而言呢，不平等条约有2种，一种指的是在武力胁迫之下，这一点呢，尼布楚条约肯定不是。还有一点就是条约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再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签了这个条约以后，你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很多人认为尼布楚条约应该是一个平等条约，清帝国从这个条约中是赚了，赚大发了。但真的是如此吗？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根据通常有2种，一种呢是认为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地区在沙俄人来之前，那是一个无主之地。按照国际法，无主之地的归属的原则就是先到先得，谁先占据了就是谁的。当然了，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无主之地，所以这个条款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但那个时候应该还有无主之地。那么既然说这片土地是无主之地，而沙俄又抢先到了这块地方的话，那也就是说这块地方就应该是沙俄的。而清政府通过尼布楚条约能从这块蛋糕上分出一块来，那无疑就是赚了。本来这块地就不是你的，你分多分少都是赚。第2种观点呢，倒不说这块土地是无主之地，而是说这块土地是蒙古人的。清帝国和沙俄不过是2大国瓜分了蒙古的土地，所以同样清帝国和俄国都是赢家，不过是分多分少而已，还是一个平等条约。那么真的是这样吗？首先说说是不是无主之地。俄国人宣称这是一块无主之地，但是在他东进的过程中，先后征服了当地的西伯利亚汗国以及当地的布里亚特人。现在俄罗斯联邦中还有一个布里亚特共和国，就是生活在这个地方。布里亚特人世世代代就生活在贝加尔湖的西岸和东岸，所以怎么能说这是一块无主之地呢？因此国际法中的无主之地先到先得的原则并不适用于这块土地。在俄国东进过程中，和布里亚特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布里亚特人虽然被征服，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屈服，他们反俄的斗争一直持续了25年。即使是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他们依然勇敢地反对俄国人的暴虐统治。但很可惜，他们只是孤军作战，因为尼布楚条约已经将他们抛弃了。那么关于第2点，这块土地是不是就是蒙古人的土地呢？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它确实是蒙古人的地方。这片土地和中国中原政权的联系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不过呢，因为相距非常遥远，所以唐帝国对其实行的是羁縻统治。羁縻就是怀柔远人，意在羁縻。羁指的是用政治或者是军事手段呢对当地进行约束，縻则指的是用物质对当地进行一些回馈，进行一些安抚。唐朝时期在大治这个地方设立了石尾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到了明朝的时候又设立过努尔干都司，不过呢设立的时间比较短，只有25年。明在中原推翻了元的统治，取代了元，但元并没有灭亡，还有一个北元，就是林丹汗的北元。中明朝一朝北元都没有被消灭。在元朝时期，这块地方归元朝的岭北行省管理。
所以这个地方也被纳入了蒙古帝国的管辖范围之内。即使是到了北元时期，这个地方仍然是隶属于北元政权。再后来，元朝最后一位大汗林丹汗搞宗教改革，惹怒了北元的上层，造成了分裂。后金这时候已经崛起，皇太极在察哈台击败了林丹汗。林丹汗的儿子将元朝的传国玉玺至诰之宝交给了皇太极，皇太极也没客气，顺便把林丹汗的老婆也收了。从那以后，后金就取代了蒙古大汗的地位，皇太极同时也成为了蒙古的大汗，在这片草原上唯一的一个大汗，用蒙古语尊称叫博格达汗。以后清朝的历届皇帝都承袭了蒙古大汗的尊号，所以后金以及后来的清帝国就完全取代了北元的统治，成为了这片草原的新主人。那么按法理上说，以前元朝的这片疆土现在就已经归属于清帝国了，所以清朝人跟俄国人瓜分的并不是蒙古人的土地，这个时候它已经是清朝人的疆土了。那么既然是自己的土地，那就不会是像分蒙古人的土地那样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是赔多赔少的问题。这个协议不管怎么签都是赔的。也有人认为呢，领土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当时的康熙皇帝是在下一盘大棋，他之所以签订这样一个看起来似乎有点吃亏的条约，那是因为他有他的战略构想。这里指的战略构想主要说的就是当时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对清帝国的威胁。当时的噶尔丹正在进攻漠北的卡尔卡蒙古的土谢图汗部，已经威胁到了大清的边境，所以康熙皇帝要尽早的与俄国签约，以便于集中精力对付噶尔丹。对于康熙来说，噶尔丹对中原的窥伺才是他的心腹大患。这话呢听起来是有些道理。当时的蒙古呢主要分为3部分：漠南、漠北和漠西。漠南蒙古基本上已经归附于清帝国，漠西就是卡尔卡部、土谢图汗部，当时在与漠北的准噶尔部激战，双方结怨很深。土谢图汗部这时候非常的靠近清帝国，希望得到康熙的支持，共同对付噶尔丹。到后来，土谢图汗部干脆就内服，他们的首领多尔济也被康熙皇帝封为了郡王。顺便说一下，多尔济的孙子娶了康熙皇帝的4女固伦恪尽公主。这位公主呢，在康熙的所有公主中是非常独特的一位。她嫁到蒙古以后，深受当地部众的爱戴，因为她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从康熙那里讨来的田地。蒙古人尊称她为海迸公主，意思呢就是参谋的意思。可见她的闪光点并不像是一般公主那样体现在美貌和贤德上，而是治国理政的才能。她的母亲是郭罗罗氏，只是康熙帝的一个贵人，也只生了她这么一个女儿。郭罗罗氏有一个姐姐，就是康熙的宜妃，《康熙微服私访记》中的那个妃子的原型。她的姐姐很幸运，生了3个儿子，而且都活了下来，所以就被封为宜妃，而她自己只能是一个贵人。在清朝，只有嫡公主会被封为固伦公主，庶出的女儿只能被封为和硕公主。恪尽公主最早也是和硕公主，后来因为她对满蒙关系的贡献，被追封为固伦公主。她与她的丈夫多尔吉也是一生厮守，所以总的来说，她的一生是非常的圆满的。在《康熙王朝》这部剧中，有一个叫兰琪儿的康熙的女儿，在剧中呢，她是嫁给了噶尔丹。实际上，兰琪儿的原型是康熙的2女儿固伦荣献公主，她嫁给了一位蒙古的大汗，但并不是噶尔丹。噶尔丹率领的准噶尔部是漠西蒙古，也是3大蒙古势力中最不听话的。准噶尔部又被称为鄂鲁特蒙古，它的前身就是在明朝土木堡之战中大败明军的瓦剌部，他是也先的后人。准噶尔部确实曾经很强大，不过此时的准噶尔部已经是气力不济了。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蒙古的3部中，漠南部已经归顺于清帝国，漠北蒙古那时候其实也是在内服的路上。
只剩下了莫西准噶尔部。而此时准噶尔部也已经分裂，噶尔丹的侄子已经分去了他的一半的势力。这时候的准噶尔部已经是气力不济，而清帝国对付俄国，在当时只是最多动用了当地驻军的几千人马，再加上几十门从内地调来的红衣大炮，还有一些藤甲兵。清帝国的主力部队那几十万大军，在平定三藩以后，已经可以说腾出手来了。几十万大军即使是不足以剿灭准噶尔部，但固守边境，再加上另外2个蒙古部落的配合，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而签了尼布楚条约以后，能够腾出来的也不过就是当地驻防的那几千人马，这几千人是不足以影响大局的。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不尽快签订条约的话，那么俄国会和准噶尔部勾结起来，共同对付清帝国。事实上确实如此，俄国人确实和准噶尔部一直是有联系，俄国人也一定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准噶尔部提供支援，让他能够更加的威胁清帝国。不过俄国人他们能够提供多大的帮助呢？第2次雅克萨之战，俄国800人被围困在雅克萨将近1年之久，那时候俄国人的帮助怎么没来呢？如果自己的人都帮助不了的话，怎么可能去帮助准噶尔部的人呢？其实俄国人那时候的重点并不是在东边，而还是集中在西边。就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前后，俄国人跟土耳其人正在打得不可开交。俄土战争前后持续了将近300年，俄国人一直抽不出手来。俄国的正规军也基本全部集中在西部，而且即使是有正规军，以当时俄国的军队的投放能力，也不过就是1000多人左右，而且后续也很难再提供什么援军。这也就为什么第2次雅克萨之战俄军被围无人救援的原因。所以即使是俄国人愿意给准噶尔部提供帮助，这样的帮助也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说并不影响双方的实力格局，并不影响大局。在尼布楚签约1年以后的乌兰布通之战，清朝军队大败准噶尔部军队，从此暂时是解除了准噶尔部对中原政权的威胁。真正的消灭准噶尔部是在乾隆时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乾隆时期对准噶尔部实行的是一种种族灭绝政策，即使是对已经归附的准噶尔人也是格杀勿论。当时有一位已经归附的准噶尔部首领，归顺以后心情是大为放松，在营中饮酒喝得大醉的时候，清兵就摸进了他的帐篷。他身边的妻子发现了冲进来的清兵，就扑在了他的丈夫的身上，清兵将他们夫妻2人双双砍死。准噶尔部被灭以后，才有了后来我们熟悉的图尔扈特部的回归，就是我们看的有部电影叫《东归英雄传》中描写的那段历史。图尔扈特部当年是被准噶尔部赶出了蒙古草原，后来他们辗转到了欧洲。后来知道准噶尔部被灭以后，他们在乾隆朝时期又回归了中土。其实不光是对准噶尔部，满清的统治者对他们的盟友蒙古人实行了也是种族灭绝政策。收复蒙古草原以后，满清的统治者就大力的将藏传佛教引入了这块土地。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想让这块土地的人们多一个精神信仰，而是做了一个规定，蒙古家庭中只能有1个男丁守灶，另外的男丁都要出家做喇嘛。因为喇嘛是不能娶妻生子繁衍后代的，唯一在家中守灶的那个儿子又会经常被满清统治者征召去做炮灰。再加上因为大部分的男子都去做了喇嘛，必然会造成了男女比例的失衡，大量的女子找不到合适的配偶，后来也就沦为了内地人泄欲的工具，造成了蒙古草原性病流行。这几招下来，再加上后金时期就对蒙古部族实行的减丁政策。所谓减丁，就是后金对蒙古每个部落有一个规定，你只能有多少人，超过这个数字以后，所有高过车轮的男子都会被杀死。在这几项种族灭绝的政策之下，清初的1000多万的蒙古人，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不过只剩下了不到100万，人口损失超过了90%。
没有了后代，这个民族自然也就失去了希望，失去了活力。到了宣统年间，1911年的时候，外蒙古宣布独立，尊清朝时期漠北的土谢图汗部的大汗为新的博格达汗。乾隆消灭了准噶尔部，他的这个功绩自然也就列入了他的10大武功之一，美其名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统一是建立在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种族灭绝之上，或者是一个地方的人对另外一个地方人的杀戮之上的话，那么这样的统一，我觉得不要也罢。好了，有点跑题了，咱们再回到尼布楚条约。刚才我说了，尼布楚条约不管怎么签，对于清帝国来说，实际上都是亏多和亏少的问题。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根本就不签什么协议。既然雅克萨之战已经取胜，干脆就将俄国人轰出这个地区。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堡垒。2次的雅克萨之战已经证明，俄国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他们并没有强大到可以降维打击当时的清帝国的程度。此时的俄国也并不是处在他们最强盛的时期。他们在南边陷入了与土耳其人的苦战，在西边也与瑞典人打的是不亦乐乎，而且战局并不顺利。此时的俄国沙皇虽然也是彼得一世，就是后来的彼得大帝，但此时的彼得不过只有10几岁，而且他还只是第2号沙皇。第1号沙皇是伊凡5世，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人，而且不管是沙皇1号还是沙皇2号，他们都不是实际的掌权人。俄国当时实际的掌权人是当时的摄政王索菲亚，也就是彼得大帝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亚公主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长得是大刀阔斧，画上胡子就跟张飞似的。后来是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彼得一世发动宫廷政变，将他的这位姐姐囚禁在了修道院中，自己这才亲政，成了真正的沙皇。那也就是说，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的那段时间，俄国不光是在西部、南部面对着军事上的压力，而且政局也非常的不稳定。如果此时将俄国人赶出西伯利亚地区，那么将来他什么时候来，能不能来，还都是一个未知数。此外啊，在双方谈判过程中，俄国方面还面临着布里亚特人的剧烈的反抗。如果清帝国能够善加利用布里亚特人的反抗，态度更强硬一点，不是那样的一味退让的话，是很有可能将俄国人逐出勒纳河以东的。布里亚特人的反抗也表明了当地人的人心归属，他们还是更希望跟蒙古人，跟他们以前的宗主土谢图汗部联系在一起，不愿意归顺在俄国人的统治之下。因为很简单，不管是谁，如果是在外面受了欺负，被人打了的话，都会想着赶紧往家跑，或者找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绝对不会跑到别人家里去，那样的话可能又会挨一顿打。顺便说一下，布里亚特人在加入了苏联以后，到了斯大林时期又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杀，历史上被称作大镇压。条约签订以后，俄国人就派使团去北京拜见康熙皇帝。在前几集中我们提到过，俄国的使团对康熙行了3跪9叩之礼，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认可，所以俄国人可以在北京逗留，而且还可以开展他们的民间贸易。俄国人将他们从西伯利亚地区收集来的那些珍贵的毛皮卖到了中原各地，1000卢布的成本可以卖到6000卢布，俄国人是发了大财的。在《红楼梦》中有过这样一个情节，说贾母为贾宝玉买了一件皮草，叫雀金裘。当时贾母就说这个东西是从俄罗斯来的，可见那时候的清朝贵族已经普遍用俄国人收集来的皮草。西伯利亚地区天气寒冷，所以当地的那些动物的皮毛都是非常的薄短，质量非常的好，可以被称为软黄金。当时不光是中国，西欧各国也非常流行从西伯利亚购进的皮草。据说彼得大帝到西方求学的时候并没有带学费，他就是带着很多的皮草，身上估计也是穿着里3层外3层的。
连内裤可能都是野猪皮的。他没钱的时候就卖一件皮草来凑学费。刚才提到了《红楼梦》，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当时清朝代表团中的拉丁语翻译有一个传教士是叫张成，张成是他的中文名字。在条约签订的3年以后，康熙皇帝突然得了疟疾，当时是高烧不退，御医们束手无策，遭到了康熙的斥责。后来这些御医们还铤而走险，给康熙上了人参之类的药物，使得病情未见好转，反而是越来越加剧。疟疾那时候在西方已经算是常见病，大家已经找到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就是金鸡纳霜，又叫奎宁。张成自然知道这种办法，不过当时并没有金鸡纳霜，所以张成就托人找到了一些金鸡树皮，经过熬制以后服用，没想到立竿见影的疟疾就这样好了。这故事并没有完，知道了金鸡纳树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他将之称为神药。他同时也想到了深受疟疾之害的万千子民，所以他就下令这种特效药只能在宫中使用，万万不可泄露于民间。这就是我们尊称的千古一帝。后来呢，有一位康熙的亲信曾经做过他的侍卫，两人的私人关系是非常之好。这个人也得了疟疾，他知道康熙有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所以他就火速让家人去向康熙讨药。康熙也很够朋友，不仅是把这种药给了来的家人，而且还亲自写下了服用的方法。可惜的是，从南到北路途遥远，当这位家人将药和服用方法带回家的时候，那位康熙的亲信大臣已经去世了。这位大臣生前曾经担任过江宁织造，他就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中俄之间的皮草生意到了现代还有一起非常著名，不过这次呢，中国出卖的是皮草，换来的是苏联的战斗机苏27。当时两国经济都困难，拿不出什么钱来，所以干脆就采用了易货贸易。中国用一些民用品换苏联的苏27，其中有一项就是动物的皮毛，俄国人称为裘皮大衣，但实际上是狗皮的。据说18只狗才能做一件狗皮大衣。当时中国是生产出了1万件狗皮大衣，也就是18万只狗，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民用品，换来了苏27。当时山东等3个省的狗基本上都被杀光了。作为一个铲屎官，我不知道苏27马达的轰鸣声能否压得住那些狗狗们的哀鸣。康熙皇帝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为后世的几代皇帝树立了一个坏榜样，以至于清朝后面的皇帝更加习惯于用领土来换取和平。而且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康熙帝自助藩篱，使中国永远失去了北上北冰洋和北太平洋的出海口。同时，尼布楚条约以及随后的恰克图条约使中国失去了贝加尔湖和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成就了俄国人扩地万里的千古奇观。康熙帝的退让使中国失去了反击沙俄侵略者的最佳时机，而且更为可怕的是，从此为中国招来了一位恶灵。汉朝人赶走了匈奴人，唐朝人驱逐了突厥人，而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期间，却迎进了俄国人。古人讲究择邻而居，但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无法选择，只能是与虎同眠，与狼共舞。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弗兰克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